男人重生了，却成了一只铁皮蛹，索性绑定了究极融合系统。于是乎，男人便开始了吞噬进化之路。就在刚刚，秦勇向校花沉默发起了第100次挑战，没人想到他居然这么死缠烂打，但秦勇却觉得自己这次肯定能赢。就连沉默也不知道秦勇为何如此执着，只因先前比试的不管是运动，亦或是考试成绩，甚至艺术绘画，秦勇都一败涂地。沉默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坚持，但秦勇却坚信沉默肯定有不擅长的东西，自己只要击败他一次就行。为了让沉默答应，秦勇更是许诺下只要他赢了，自己什么条件都能满足他。沉默这下瞬间就红了脸，那我赢了，要你做我的男朋友。但专注于拉伸的秦勇并没有听到，虽然秦勇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但他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超越天才，哪怕对手是无敌的全能校花沉默，自己也要击败他。可就在这时，大地忽然开始震颤抖动，地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迅速崩裂，包括秦勇在内的学生全都掉进了鸿沟当中。可下一刻，秦勇却惊愕地发现自己居然还有意识。就在他懵逼之时，一个自称是位面之神的女子忽然出现。我是各个位面的管理者，现在你可能还很疑惑，但简单的来说，你已经死了。你原本的世界发生了大地震，你和你的同学们都死于意外，但实际上你们都命不该绝。我觉得该给你们一次重生的机会，转生吧少年，我将在异世界额外给予你一项特殊的能力。秦勇听完却依然没有完全相信，这样就穿越转生了？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位面之神却耐心解释道，你的同学老师都已经穿越到那个世界了，你真的不想一起去吗？一想到沉默也在那个世界，秦勇瞬间心头一动，他很是果断地决定道，现在就将我传送过去，而且我要你们这里最强的能力，只要让我成为最强，不管什么条件都无所谓。位面之神立马就犹豫了起来，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个究极融合系统，理论上可以成为世界最强，但问题是，秦勇立马就迫切道，那就这样吧，现在就给我，然后安排我穿越过去。位面之神见状立即就轻笑道，我答应你，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可不要后悔哦。但秦勇却表示只要能成为最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不后悔，这一次他一定要超越沉默，向世人证明努力可以战胜一切。位面之神也没多说，直接就开始将秦勇转生到另一个世界——玉灵大陆，一个充满奥秘的地方。这里生活着无数神奇的灵兽，但在这生机勃勃之下，却隐藏着无尽的杀机，稍有不慎便会命丧黄泉。当然，猎人与猎物绝非固定，只有强大的生物才能活到最后。而秦勇所转生的世界正是玉灵大陆。在恢复了意识后，他惊愕地发现自己居然成了一只蛹，接着就弹出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究极融合系统，种族铁皮蛹，生命值500，攻击力0，防御10。究极融合系统具有无限成长效果，只要宿主吞噬足够灵兽就可以无限进化，最后甚至可以变回人类。看到可以变回人类，秦勇这才松了口气，他觉得就算是一只铁皮蛹，只要肯努力，也还可以成为世界最强。不过他现在遇到的难题是，要怎么样才能离开这个深坑？秦勇现在不管怎么用力，都只是在原地打转。然而就在这时，坑洞上面却忽然出现了几只兔子，接着就传出一声刺耳的嘶吼，兔子的嘴巴骤然裂开，分成了4半。见此情景，秦勇瞬间就慌了，他可不想再死一次。求生欲让他立即回想起以前做仰卧起坐的动作，熟练的腰马合一使出，秦勇立即蹦了起来，那几只可怖的兔子也因此扑了个空。他这下顾不得感慨了，连忙开始疯狂翻滚，但接着他就惊慌的发现，现在自己根本停不下来了。虽然出了兔口，但他再次面临了新的危机，他实在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整个森林里居然全是怪物，很快他就撞到了一棵树上，终于停止了翻滚。这下他彻底动不了了，被卡在了树上，而那群兔子也很快就找上了他。看着扑面而来的兔群，秦勇瞬间慌了，我就是个蛹，不要吃我呀！可让他意外的是，在他张嘴的瞬间，那些兔子居然全部被吞噬掉，接着就响起系统提示：宿主吃掉黄阶3级灵兽蹦达兔，吞噬融合中，恭喜宿主融合蹦达兔，获得能力蹦达。虽然秦勇心中有些震惊，但他这下终于可以自由蹦达了，他不禁感觉有些疑惑，这也是融合系统的一部分吗？吃下去的兔子也没有实感，当即系统就响起提示：究极融合系统链接着另一道空间，吃下去的灵兽会被储存在空间内，完全消化便可获得其部分属性与能力。了解了系统的大概用途后，秦勇立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吞噬之旅。他先是尝试吞噬双头蛇，可却失败了。不死心的他还找上了4臂熊，但也依旧失败。就连普通的剑背猪也同样以失败告终。面对秦勇的抱怨，系统表示只能吞噬远比宿主弱小的，或者被完全击败的灵兽。就在秦勇心中万马奔腾的时候，4臂熊忽然找上了他。知道自己无法吞噬，秦勇只能开始疯狂跑路模式。为了摆脱4臂熊的追击，他直接选择跳进了一个坑洞内。可当他落地后，却看到一张森森巨嘴。只见一只浑身赤红、被锁链缠绕的异兽，玛瑙似的鳞片覆盖全身，狮身龙首，一双怒睛充满摄人威严。秦勇见状立马就想要转身跑路，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这么恐怖的怪物。可就在这时，麒麟却忽然出声打断道：小家伙站住！秦勇闻声不由一愣，原来灵兽也是会说话的呀。麒麟立马就不屑道：这种事又有何难，不要把我和那些低等灵兽混为一谈。小家伙，你我相逢便是有缘，今天我便送你一场天大的造化。秦勇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自然是不信的，你该不会是想骗我吧？麒麟却不以为然道：本神兽怎会欺骗你一个小辈？我身后有一个密室，秘宝就放在那里，是否
否有机缘，你到了便知。秦勇虽然半信半疑，但真的找到了一个密室。望着那枚散发出滚滚热浪的圆形物体，他当即就呆住了。接着就传出麒麟的声音：吞下它，你将脱胎换骨，直接提升数个等级。一听还有这好处，秦勇直接就飞扑而去。他当然不会客气。与此同时，灵兽宗内，女帝面前的水晶球忽然碎裂，她也如遭重创般溢出了番茄酱。宗门的小嘎嘎见状，立马就骇然了：女帝大人，您没事吧？而女帝却脸色难看道：困兽祭台出事了，毕竟那阵中封印的可是麒麟神兽，一旦跑出来，那就是天大的麻烦。但女帝却不以为然，神兽又如何？不过是本尊还未结气的奴仆而已，既然能抓他一次，就能抓第二次。众长老随本尊去困兽祭台。而门内的紫衣女子却不屑一笑：灵兽都没了还摆架子，也罢，反正你此行一去肯定是有去无回。在女帝的带领下，众人很快就进入到了后山的密林。可就在这时，林中忽然发出一道袭击，但被长老给挡了下来。长老立马就斥喝道：何方宵小，胆敢袭我灵兽宗！可回应他的却是一声虎啸，一只白虎猛然扑出，下一秒，那名长老就在毫无防备之下被当场秒杀。接着一名红衣女子就缓缓走出，这就是灵兽宗的实力吗？真是够弱呢。另一名长老立马就挡在了女帝的跟前：女帝大人，你们先走，我来会会他。但女子却示意她的灵兽白虎飞扑而出，虽然众人躲闪及时，但也被白虎的力量给震慑住。从她的灵兽可以判断，这个女子的实力绝对不简单。长老也不敢懈怠，手上一拍，开始灵气召唤。随着一道狼啸传出，一头通体银白的噬天银狼就从中窜出。银狼出现后，立即就使出了噬天之袭，那头角狐也不多删，一记啸空王爪直接迎了上去。两只灵兽的技能对轰，瞬间就将小范围的地面给震碎。女帝等人见长老顺利断后，立即就朝祭坛赶去。不多时，女帝就带领着两位长老赶到了关押麒麟的洞穴。女帝立即就发现化天困兽阵已经消失了，而长老在感知到麒麟的气息还在洞内后，赶紧就开始重新布阵。只要女帝能和麒麟签订契约，刚刚那个妖女就不足为惧了。与此同时，秦勇还在奋力撕咬那枚发光的珠子，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件事有些不对劲。如果这玩意真是个宝物，那麒麟为什么要给自己呢？秦勇在看到麒麟一动不动后，瞬间就明白这是用来封印他的道具。一想到麒麟被封印，秦勇立马就向系统询问道：系统，我能跨阶吞噬无法反抗的灵兽吗？接着秦勇就得到系统肯定答复，他可以吞噬。而麒麟见秦勇居然从密室走出，立即就催促他快点吞下宝物。只见秦勇猛地一个蹦跶，张开嘴巴就咬向麒麟，接着他就一口咬在了麒麟的身上。麒麟见状立马就笑了：你想吞我，就凭你个小兔崽子，就算咬住我了又能怎样？秦勇闻言却是笑了：能不能吞这可不是由你说了算。接着秦勇就在心中默念，吞噬系统发动，顿时一道金光就猛然迸发而出，金光瞬间就将麒麟给吞没，只残留下他不可思议的吼声：什么？这怎么可能？下一刻，金光消散，庞然的麒麟就消失在了原地。这下秦勇彻底乐了，这才是天大的造化吗？系统，我变强了多少？可系统给出的答复却是麒麟过强，无法消化。秦勇看完提示立马就炸裂了，那我吞这玩意儿有毛用啊？不过秦勇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对了，我可以运动促进消化吗？系统则直截了当道：本系统消化与生理活动无关，跨阶消化需要吞噬大量低阶灵宝。秦勇见居然自己吞了个没用的东西，瞬间就无语了。卧槽，你怎么不早说？就在这时，秦勇忽然感觉身体被一股能量所包裹，缓缓飘了起来。还没等他弄明白缘由，就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给吸走。与此同时，女帝正在洞穴门口开展结气的仪式，以灵为系，以血为力，魂灵一体，血脉共济，听服于我，结灵之气，汝命托付于吾，期此身，遵此礼，成为本地的灵仆吧。话音刚落，秦勇的脑海中立即就响起提示音：接触结灵法阵，契约开始缔结，缔结成功，您已成为女帝的专属灵宠。只见红光散去，一只铁甲蛹出现在女帝的手中，本以为是契约麒麟的她，瞬间就懵逼了。系统则直截了当道：女帝与您缔结了灵气，您已成为女帝的专属灵兽。结灵之气完成后，除非灵兽死亡，否则无法解除。而灵兽宗的几个长老和女帝此时也已经裂开了。而秦勇忽然发现，女帝的长相居然跟陈默一毛一样，女帝也彻底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没想到和本地结灵的竟是你这杂种。秦勇立即明白女帝并非陈默，而女帝不禁气血攻心，直接吐出了一口番茄酱。三长老的脸色也开始变了，没想到堂堂女帝竟与废物结灵，她现在对灵兽宗已经没有价值了。另一个长老还想说什么，但三长老却斥喝道：这个废物现在如今除了拖后腿还能有什么用？凡事都要留好退路，懂吗？接着三长老就果断催动灵力，准备将女帝身上的灵宝全部回收。现在的女帝根本就没有反抗之力，只能任由灵宝被取。接着三长老就果断转身道：我们快走，等会那妖女就追上来了。虽然女帝恨不得把那两人生吞，但她现在的状态奇差无比，根本无能为力。秦勇也发现他的仇家不少，准备想要开溜，但系统却提示道：灵主可以随时随地召唤灵兽，并且灵主一旦死去，契约灵兽也会失去生命。秦勇立马就停下了脚步，他根本就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声惨叫忽然传出，只见一头雪白的角虎将那两名逃跑的长老给带了回来。秦勇见状立马就慌了，这头老虎好强，
强。接着就传出一道女子的轻笑声：“你们灵兽宗作威作福多年，终于是落在奴家手里了。只要在这里除掉你们，盟主之位定然归我莫属。女帝大人，今天你的命就留在这吧。”话音刚落，立即就传出秦勇的咆哮声：“女人，走路的时候注意看脚下呀！”红衣女子闻声立马就抓起他打趣道：“一只铁皮蛹居然会说话，还真是有趣。”接着他的脸色就骤然一变，发现秦勇身上有地劫灵兽的印记，当即红衣女子的呵笑道：“这是与你结灵的灵兽吗？说好的麒麟呢？居然结灵了这么个垃圾，难怪连那帮渣渣都不要你。”不堪受辱的女帝立马就强撑着起身，冷声道：“够了，我和你打，本帝根本不需要灵兽。”红衣女闻声立马就甩出一鞭子，大言不惭，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猝不及防的女帝立马就被这一鞭子抽飞。红衣女是越打越起劲，就凭你这废物还敢瞧不起我？带着你的那个废物灵兽一起去死吧！秦勇知道女帝一旦死亡，自己也会失去生命，他顾不得多想，连忙就冲到女帝跟前保护她。但他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根本没有起到一丁点作用，只能陪同女帝一起挨揍。在足足抽了2分半之后，红衣女才满足的停手，而秦勇和女帝此时已然被打得遍体鳞伤，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了。红衣女靠近一看，立即就不屑道：“感觉不到女帝的气息，这就死掉了吗？堂堂女帝也不过如此吗？弱爆了！”接着他就直接转身吩咐道：“小白，把它吃了吧，应该还可以给你增加一点修为。”望着步步逼近的脚虎，秦勇根本就没办法抵抗。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一道光芒忽然从天而降，光芒中秦勇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女子的影子，这是和他之前一样的灵魂模样。那道灵魂赫然是沉默。他还记得位面之神曾说过，老师还有同学都穿越到这边了。眨眼间，沉默的灵魂就开始融入到女帝的身体当中，转身也在这一瞬间完成了。而那头角虎也来到了他的跟前，猛然张口就要咬下去。下一秒，沉默的手骤然抬起，轻而易举地挡下了虎口。接着就传出一道破空之声，角虎的身躯直接就倒飞了出去。这一幕让身为御灵师的女人都为之震惊。这下秦勇立即就确定穿越而来的肯定是沉默无疑，他立马就激动地开口道：“沉默，是我是秦勇。”这下轮到沉默懵逼了，他没想到秦勇居然变成了虫子。就在这时，恼怒的红衣女骤然出手，抬手就是一鞭子。不过沉默的反应很快，直接抓起秦勇挡下了这一鞭。红衣女这下是彻底震惊了，不可能，这废物怎么会忽然变得这么强？而沉默连忙趁着这个间隙询问道：“这人怎么突然动手？什么意思？”秦勇连忙开口道：“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好像就是冲你来的。你现在应该是某个宗门的大人物，他可能是来寻仇的。总之我们现在的处境很不妙，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虽然沉默没弄明白是什么回事，但论打架，他可不会输给任何人。而红衣女也不想浪费时间，直接使出了御兽绝灵虎万钧变。刹那间，角虎身上的气息就骤然暴涨，雷霆迅速覆盖在他的体表之上。接着角虎就猛然爆发出一阵怒吼，使出了雷霆流星，蓝色的雷电不断的轰落。但沉默的走位很灵活，完全没有被命中。秦勇立即就意识到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他立马就在心中暗道：系统，我既然是女帝的契约灵兽，难道没有战斗技能吗？系统立即就回复道：宿主除了吞噬万物以外，还有契约技能武装融合，灵兽与修士结灵后会获得专属技能，而宿主的技能可以化为女帝的铠甲。就在这时，角虎忽然发出一声怒吼，使出了他的必杀技白虎天雷破。天雷破的速度奇快无比，哪怕是沉默也躲不开。这下秦勇彻底坐不住了，连忙使用技能武装融合，接着就爆发出一阵剧烈的轰鸣。天雷破结实的轰击在沉默的身上。就在红衣女以为这招必定融化女帝的时候，烟雾中却忽然出现一只覆盖铠甲的手臂，而秦勇的脑海中也同时响起提示音：武装融合适配度 16%。只见沉默的右臂上多出了一层苍翠的铠甲，覆盖了他的整根手臂。在被附体后，沉默立即就感觉身体变得轻盈了不少。就在他愣神之际，手臂忽然传出秦勇的声音：沉默，咱俩现在是武装融合状态了。这下红衣女彻底急眼了，再次命令角虎出击。可这一次，沉默却不再是单纯的躲避，而是跟角虎硬刚。他的身体此刻轻盈无比，角虎根本就碰不到他的身体，这惊人的弹跳力和敏捷度，秦勇不禁感叹这就是最强高中生。接着沉默就抓住了角虎的破绽，被铠甲覆盖的右臂直接一拳轰在了他的腹部。这一拳的力道奇大无比，直接震碎了角虎的骨头。秦勇见状不禁感叹道：不愧是曾经轻松拿过全国空手道大赛冠军的黑带选手，放在这个世界也很无敌。契约灵兽被秒杀，红衣女立即就喷出了一口番茄酱。作为御灵师的红衣女，没想到自己会败在一颗铁甲蛹和一个废物手上。接着她所在的位置就冒出一阵闪光，然后就这样消失在了原地。而沉默忽然面露严肃道：你真的是秦勇吗？秦勇见状连忙解释道：我真的是秦勇，这里是异世界，我们已经穿越了。我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因为那个女神给我的特殊能力，你应该也遇到过她对吧？这么一说，沉默立即就回想起自己要求穿越到秦勇身边的事情。见沉默点头，秦勇不禁叹息道：那女神果然没骗我，真的是所有人都穿越过来了，只不过我现在变成了一只蛹，而且还成为了你的契约灵兽。不过你也别得意的太早了，虽然我现在只是一只铁皮蛹，只要我吞噬足够的灵兽，我早晚有一天能超越你。话音刚落，沉默立即就将他抱住，只要是秦勇，就算是蛹他也觉得没关系。接着沉默忽然猛地咳嗽，然后他直觉浑身没力，直接摔倒在地。秦勇立即就明白肯定是之前缔结契约给身体增加的负担，和那时候受的伤现在完全爆发出来了。系统也在这时发出了提示：宿主可以吞噬白虎。
或许能得到新的能力。秦勇不能就这样让沉默死去，他连忙蹦跶到了白虎的身上，直接一口咬了上去。接着他就果断发动吞噬能力，在完成吞噬后，他的属性面板立即就获得了提升，并且还获得了伤势恢复速度增加的新技能白虎气血。但秦勇有些懵逼，我要怎么使用这个技能？可系统的回复却让秦勇老脸一红。接着他就瞥了一眼沉默，这都是为了救你，之后你可不要翻脸啊！说完，他就伸出舌头不断在沉默的身上狂舔，只要是接触到他的唾液或者血液，就能获得恢复效果。在经过秦勇一顿卖力的狂舔后，沉默的状态立即得到了快速恢复。接下来沉默就感到有些迷茫，不知道该去哪里，而秦勇则果断地表示和他一起回灵兽宗。与此同时，幸存的三长老在回到灵兽宗后立即跪了下来，接着他就一脸恐慌道：不好了，女帝大人陨落了。话音刚落，宗内就缓缓走出一道身影，有什么可惊慌的？本宫不是还在这里吗？而秦勇和沉默在经过一番跋涉后，也终于回到了山下。此时灵兽宗宾客则落不断，来者全都是来祝贺新任女帝即位的。秦勇见状不由眉头一皱，新女帝，这灵兽宗在搞什么鬼？不过除了回灵兽宗，二人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可谁料刚走到门口的护卫就将他给拦了下来，并且质问他拿来献礼的礼物在哪里。这下秦勇立马就炸了，要什么礼物？你眼前的这位才是灵兽宗的正牌女帝。而恰巧路过的三长老立即就认出了他，并连忙吩咐门口的守卫给他放行。接着三长老就述说起门内的情况，现在宗门已经拥立了新的女帝，灵兽宗已经被他们所掌控。不过女帝大人不用担心，老夫自有对策，此处不便说话，您随我来。不多时，三长老就带着女帝来到门内的一处密林当中。秦勇立马就察觉到不对劲，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进林子了？而三长老却忽然凝声道：虽然不知您是如何从那妖女手下生还的，但看来您确实没能和神兽结灵。接着三长老就骤然打了个响指，一只比树木还要高大的黑足赤狐就从林中扑出，但沉默的反应很快，及时躲开了扑击。可林内却再次传出嘶吼，先后再次冲出三只灵兽。秦勇见状连忙使用武装融合，这一次的适配度提升到了 20%， 恢复到全盛状态的沉默，加上秦勇的武装提升，寻常灵兽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不过伺机而动的黑足赤狐敏锐地抓住了时机，炙热无比的射线骤然喷射而出。可秦勇所画的碧铠却坚实无比，配合沉默的巨力，直接打出了反弹效果。而黑足赤狐则被自己的攻击给结实命中。见沉默以一敌多却赢得如此轻松，胜券在握的三长老瞬间就傻眼了。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冷静，不愧是曾经的女帝大人，哪怕是与区区铁皮蛹结灵，都能有如此威力。可惜灵兽宗需要的是能降服大灵兽的女帝。随着三长老的气血挥洒而出，一个血色的法阵骤然浮现，这正是专门拿来降服灵兽的煞血困兽阵。哪怕是沉默，也被阵法的威能给压到直不起身，就连秦勇的武装合体也被阵法强行终止。不仅如此，秦勇还当场口吐白沫昏迷不醒。三长老这才再次开口道：新女帝虽然残酷毒辣，但灵兽宗不能没有她，你本不该回来的，抱歉了。话音刚落，宗门内的小嘎嘎们立即就抄起家伙将沉默包围，而且小嘎嘎们似乎不受阵法影响，行动如常。沉默知道现在自己需要一把武器才能应付，虽然他有些对不起秦勇，但还是拿他当做武器。皮实的秦勇立即化作利器，让沉默轻松解决掉那些围上来的小嘎嘎。三长老做梦也没想到，有煞血困兽阵的压制，自己手下的人居然还打不过女帝。他完全搞不懂，明明灵兽已经被封印，为什么还会这么强？仅仅只是片刻功夫，沉默就轻松解决，煞血困兽阵也开始迅速消散，而昏迷的秦勇也同时恢复了意识。秦勇不禁疑惑道：怎么我的头感觉好痛？沉默则有些不好意思道：你刚才中了他们的陷阱。就在这时，天空中忽然闪耀出一道耀眼的圣辉，被召唤出来的赫然是三长老的压箱底灵兽圣辉帝师，就立即从空中俯冲而下，尖锐的狮爪骤然轰出。而秦勇也不敢轻敌，连忙使用武装融合，但 20% 的适配度格挡圣辉帝师这种级别的灵兽还是有些勉强。霎时间，恐怖的能量波动骤然爆出，被波及的小嘎嘎顿时发出惨叫。圣辉帝师的身上烈焰狂涌，力道逐渐加大，而沉默直立的身子也不禁被压制到微曲。大长老瞬间就被惊呆了，这不可能，他竟能正面抵抗帝师。接着被压制的沉默就骤然轰出一拳，秦勇所画的碧铠直接将圣辉帝师给震退。沉默这一拳几乎已经用了自己的全力，但圣辉帝师显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大长老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连忙操纵圣辉帝师使用圣帝狮吼。接着圣辉帝师犹如威严被侵犯一般，怒吼一声，然后喷射出一道诡异的能量。圣辉帝师喷出的能量波速度奇快，眨眼间就袭到了沉默的跟前。就在沉默抬手准备迎击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心神一荡，在这一瞬间，他的大脑突然变得空白了。大长老立即就露出了一抹笑意，圣帝狮吼无法抵挡，只要被命中，就会让人短暂失去意识。就在沉默失去意识，身体僵住之时，圣辉帝师已然飞扑而出，来到了他的头顶。哪怕有秦勇的提醒，沉默还是没能躲开这一爪子。被轰飞的沉默在撞断了一根比人还粗的大树后，这才停了下来。秦勇连忙询问沉默刚刚为什么不动，而沉默则表示自己突然恍神了。眼看圣辉帝师还想要故技重施，秦勇立即就感到有些头疼。在大长老的操控下，圣辉帝师再次使出了狮吼技能，虽然沉默抬手格挡，却无法阻止这种精神攻击。沉默再次陷入到失神状态，而圣辉帝师很迅速的一爪子轰落在他所在的位置上。但这一次在秦
秦勇的呼喊下，陈默一个后跃堪堪躲开了袭击，和可以让人短暂失去意识的圣辉帝师正面冲突，实在是太危险了。秦勇也敏锐地指出关键所在，我们需要一个让他变回蛮兽的契机。就在二人商讨之时，圣辉帝师再次发出了狮吼，而远处的大长老发现动静，不禁拍了拍手，暗叹一句可惜。就在他转身之际，陈默的身影骤然从林中冲出，接着陈默就果断按住他的脑袋，直接就往地上暴砸。御灵师脆弱的身板挨了这一下，直接就当场昏厥，搞定了操纵者。秦勇感觉那只狮子应该不会那么棘手了。就在这时，圣辉帝师也冲了出来，张嘴对着陈默就是一发狮吼。早有预料的陈默轻轻一跃，就轻松的躲开。失去指挥的圣辉帝师立即就想要和陈默展开肉搏战，但陈默也不傻，空中一个侧身就让圣辉帝师扑了空，一脑袋撞到了地上。就在圣辉帝师愣神之际，陈默在空中快速扭转，他极为精准的调整位置，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圣辉帝师的头上。接着他就疯狂挥出重拳，暴砸在帝师的头上，痛到受不了的帝师立即开始到处乱冲，想要以此将陈默给甩出去。可陈默却牢牢抓住他的鬓毛，无计可施的帝师只好撞向一旁的岩壁。不过陈默在他撞上的刹那间，立即就飞身跃起，然后很潇洒的就稳稳落地，而头破血流的帝师也连忙转身死死的将他锁定。接着帝师张嘴就再次发出一记狮吼，但陈默只是身子一侧就轻松躲开，失去了御灵师的操控，这头大家伙也变笨了。接着陈默就凝聚力量于秦勇所画的碧铠上，直接一拳就将帝师给当场秒杀。而大长老在恢复意识后立即就傻了，望着瘫软在地的圣辉帝师，他已经明白自己是输了。他很果断的就低头解释，新帝即位关乎宗门根本，老夫是为宗门着想才与您大动干戈，死在您的手里老夫无怨，但老夫只想劝您离开，不要再来灵兽宗。虽然秦勇让陈默把他干掉，但陈默却没有动手。接着陈默的叹息一声，他应该是身不由己，但秦勇却不以为然，我不管那些，刚才他可没有留情，如果你下不去手，那就让我来吧。与此同时，灵兽宗的女帝即位大典也在进行中，新女帝秦楚儿在坐上了女帝的位置后，底下的小嘎嘎立马就高呼道，恭贺女帝登基。她不禁露出了一抹笑意，本帝多年隐忍，终于等来了这一刻，果然跟御兽联盟合作是正确的选择。可底下却有一些人觉得这是在谋权篡位，秦楚儿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看来还是有人不服本帝即位啊，给我把他们全都带上来。话音刚落，一群戴着手铐的少女就被护卫给带了进来，领头的少女赫然是执法堂长老谭小小。秦楚儿见状立即就呵笑道，看到了吗，这就是逆党乱徒的下场，哪怕是曾任执法堂长老的谭小小也不例外。周围的小嘎嘎立即就开始议论了起来，这节骨眼上居然还有人敢公然违抗新女帝，真是找死。谭小小闻声立马就怒了，女帝大人不会死，这一切都是这妖女的阴谋。此话一出，秦楚儿立即就从位置上起身，然后直接就给他甩了个大耳刮，闭嘴，冥顽不灵的家伙。接着秦楚儿就不悦地训斥道，我看你们对待叛徒的手段还是太温和了，看来是要本帝亲自纠正你的错误呢。话音刚落，秦楚儿就抄起锁链不断地鞭打在谭小小的身上，顿时凄厉的惨叫声就弥漫整个大厅。秦楚儿是越打越恼怒，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只要你承认前任女帝是个废物，并且拜入我的麾下，我还可以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那些执法堂成员也连忙劝说道，谭长老别坚持了，咱们就听女帝大人的吧。可谭小小却露出一抹冷笑，我就算是死也不会承认一个冒牌货。见谭小小执意要找死，暴怒的秦楚儿立即就再次将锁链给甩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及时赶到的陈默果断的就挡下了这一击。谭小小见状立马就震惊了，女帝大人，是您。接着他就一把抓住了陈默的腿，您果然没那么容易死掉，这些果然是那妖女的阴谋。但陈默却根本不记得这个女人。随着原主的记忆涌出，陈默立即认出了此人的身份，接着他就朝秦勇解释道，他是舔狗。不过陈默和秦勇还是打算出手，毕竟打狗也要看主人。秦楚儿也没想到陈默居然还活着，大长老不是说你已经被干掉了吗？话音刚落，门外就传出大长老的呼喊声，女帝大人，对不起。这下谭小小更兴奋了，不愧是女帝大人，这么轻松就搞定了大长老。不过秦楚儿却笑了，打败了大长老又如何？我现在就让你死第二次。说罢，秦楚儿便开始催动灵力，准备召唤自己的灵兽。可就在这时，他身后却忽然传来一道声音，收拾这废物何须女帝大人亲自动手，交给我们三人便是，解决他们之后，女的都归我，快点解决，一会还要回去修炼。接着三名壮汉就径直走到了陈默的跟前，居高临下的盯着他。谭小小见状立马就慌了，怎么可能？为什么他们也会出手？原来这三人名为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是灵兽宗的三位太上长老，拥有天权境修为的强大御兽师。刚穿越而来的秦勇当然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境界，于是谭小小便解释道，御兽师一共有9个段位，由高到低分别为天书境、天玄境、天机境、天权境、御衡境、开阳境、瑶光境、洞明境、隐炎境，而每一个大境界又分1到9阶，阶级越高，越是可以和更强的灵兽签订契约，并且也能协同灵兽使用出更加强大的技能。女帝大人以前和神兽结
地的时候，可是天机境8阶的御兽师秦勇悬着的心立即松了下来。这么强，那岂不是可以碾压这些渣渣？可谭小小却摇了摇头。但可恨的是，女帝之前被歹人偷袭牺牲了灵兽，现在又签订了这么垃圾的灵兽，实力不知道降到什么境界去了。而那3名太上长老也有些不耐烦了，你们几个说够了没有？说完了就准备好受死吧。我们3个天权境的御兽师对付一个废物真是大材小用，不过是个修为被废掉的垃圾，咱们快点解决吧。说完，3人便开始召唤出各自的御兽。率先出现的是利毛马，接着就传出一声鹿鸣，巨角鹿紧随其后，最后出现的则是一头幽紫色的双头蛇。3只御兽一出场，就不约而同地朝陈默发起了进攻。虽然陈默很及时的顺利躲开，但以一人之力面对3只凶悍的御兽，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秦勇也心领神会，直接就使出了武装融合，接着巨角鹿就昂起巨角开始了冲锋。虽然陈默依靠武装铠甲硬扛了下来，但巨角鹿的力量实在是太强了，没等他解决巨角鹿，身后就弥漫起了毒雾。双头蛇的毒素就算是天机境的御兽师也无法完全抵抗。眼看陈默被控制住，利毛马立即就开始发动技能，他身上的臂毛在骤然变硬后，猛地就激射而出，前有巨角后有毒雾。陈默此时已然无法躲闪，可下一秒他却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受伤，原来是因为谭小小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下了这波攻击。本就遍体鳞伤的谭小小这下彻底扛不住了，直接就晕倒在地。虽然陈默是穿越者，但还是被这一幕给触动。太上长老见状立马嘲讽道，竟然为了那种湿湿的女人丢掉性命，真是可悲可气啊。他该不会以为救了那个垃圾就能逆转吧？不过是个垃圾还能做到了什么？而陈默此时已然暴怒，体内灵力瞬间翻涌，这一刻他已然泛起了杀意。但太上长老却丝毫不慌，就算是现任女帝也不是我们3人合力的对手。话音刚落，巨角鹿再次发力将陈默给压制，可暴怒的陈默双手猛然发力，直接将其举起。不过3人觉得陈默只不过是在垂死挣扎，双头蛇在这一刹那也猛然飞扑而出，但陈默却直接脚下一动，将巨角鹿砸向双头蛇。这一下2头灵兽瞬间就失去了战斗力。秦勇没想到陈默居然单凭愤怒的情绪就完全压制了毒素，还爆发出强横的力量。不过利毛马在御兽师的辅助下也终于进入到火力全开模式，只见他身上的臂毛瞬间硬化，漫天飞针迅速席卷而出。秦勇连忙出言提醒，这种攻击根本就不可能挡得住。而陈默很干脆的就抓起谭小小开始躲闪。秦勇见状立马就焦灼道，系统有没有能抵挡这个的新技能？系统则回复道，地师消化进度已达 75%， 到达 80% 将获得新技能，虽然还差 5%， 但秦勇知道这种情况陈默坚持不了多久，而利毛马根本就没有停止的意思，不断加大输出。虽然陈默带着拖油瓶，但躲闪起来还是很敏捷。他在足足坚持了2分半后，地师的消化进度终于达到了 80%， 而秦勇新获得的技能赫然是圣地狮吼拳。当即秦勇就连忙提醒道，陈默快使用新技能。话音刚落，陈默就迅速抬手，浑身灵力朝着右拳凝聚而去。随着他的一声大喝，重拳隔空轰出，圣地狮吼拳顿时激射而出。这一拳所带起的能量波动极为恐怖，直接将整个大殿给轰穿，哪怕是利毛马也根本扛不住这一拳。眼尖的长老立马就惊呼出声，那不是大长老的灵兽地师的技能吗？这一下大长老也意识到那只铁皮蛹绝非凡物，而秦楚儿也彻底震怒，都是一群废物，不过是一个废掉修为的垃圾，还能搞得那么狼狈。3名太上长老见状立马就怕了，女帝大人饶命，还请女帝大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绝对能够解决掉那女人的。但秦楚儿却直接将3人秒杀，然后缓缓朝着陈默走去。垃圾就应该跟垃圾一样，一同被清理掉。秦勇见状连忙出声提醒，陈默你要当心点，这家伙散发出来的杀气比刚才那3位要狠得多。接着秦楚儿就手上一动，开始召唤自己的契约兽，随着他一声大喝，出来吧巨石猿，地面瞬间迸发出强烈的光芒，接着就传出砰的一声巨响，一根巨石大腿就骤然轰落。只见巨石猿身高已达7、8米，全身覆盖着岩石，肌肉宛如金刚般膨胀出来，而陈默在他跟前简直就跟蝼蚁一样，就连灵兽宗的子弟也震惊了，那是什么？从来没见过这种灵兽。其中一名识货的弟子忽然惊呼道，那不是秘境深处中的灵兽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相传那种级别的灵兽，就算是天玄境初期的绝世高手也无法击败。那些长老立马就狂喜，有如此灵兽助力，灵兽宗必将再度崛起，登上更高的阶梯。而秦楚儿也再次开口道，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在我面前跪下来，像条狗一样来舔我的鞋子，并承认自己的无能，我会考虑放你一条生路。但陈默却直接冲出打断道，梦话就等到睡觉之后再说吧。这番行径彻底惹怒了秦楚儿，巨石猿立马就发出一声怒吼，开始出击。只见巨石猿骤然轰出一拳，地面瞬间炸裂，但陈默却直接在他的身体上快步冲刺，同时凝聚圣地狮吼拳。陈默很果断，想要以这招来一拳定胜负，可巨石猿的防御力实在是太惊人了，根本就没受到一丁点伤害。接着巨石猿就反手一巴掌，狠狠地抽在陈默的身上，这一巴掌的力道实在太强了，陈默立即就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受伤的陈默连忙挣扎着起身，可巨石猿先他一步，再次轰出一拳。虽然陈默受伤，但还是敏锐地躲开了。秦勇见状连忙提醒道，我们不能再和这样的家伙死磕了，灵兽再强，只要失去了契约者的灵力提供，就发挥不出原有的力量。陈默立即就朝着秦楚儿冲去，想要直接解决掉契约者。见陈默再次蓄力圣地狮吼拳，
秦楚儿却丝毫不慌，反而发出冷笑，呵呵，无意义的抵抗。虽然沉默的圣地狮吼拳顺利轰出，但却被一只忽然出现的灵兽给挡住。接着就传出秦楚儿得意的笑声。岩居蟹可是秘境深处拥有最强防御的灵兽，没人能在它的外壳上留下痕迹。沉默也明显感觉到这家伙的防御力在巨石猿之上。接着那只岩居蟹就狂奔了起来，使出了技能蟹钳狂舞。岩居蟹的动作实在是快得离谱，沉默猝不及防，立马就被一钳子拍飞。而巨石猿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再次挥出一巴掌，接连遭受重击，沉默瞬间昏迷，武装融合状态也被迫解除。这下秦勇彻底慌了，沉默，快醒醒啊！胜券在握的秦楚儿直接命令道：“动手吧，给他最后一击！”话音刚落，巨石猿立马就双手一合，骤然暴砸而下，接着地面就爆发出一阵轰鸣。巨石猿的这一拳直接轰在了沉默所在的位置上，秦勇和沉默惨遭巨石猿爆锤。秦勇在发现自己没死后顿时愕然，这是哪里？我们不应该已经被巨石猿干掉了吗？而系统也给出了解释，这里是系统空间，现在外面处于静止状态，因为系统感应到宿主存在危险，故将宿主拉入到这个系统空间内。现在给予宿主2个选择，一是将力量转移到契约者，临时激发麒麟100%能力，适配度100%，变成全服盔甲形态，放弃独立战斗模式；二是提前激发独立战斗模式，进化为独立个体战斗，麒麟能力激活50%。一直依靠沉默战斗本就不是秦勇的本意，毕竟他的目标可是超越沉默。秦勇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我选择2，让我进化成独立个体去战斗。话音刚落，系统就响起提示，确认选择，附加新能力跨阶吞噬。接着秦勇的身体就化作点点星光，消失在系统空间内。与此同时，现实世界，巨石猿已然轰下必杀之拳，但此时秦勇已经化身成了麒麟幼兽姿态，并抗下了这一拳。秦勇对自己的模样不禁感到有些诧异，卧槽，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秦楚儿也没想到居然这样都没干掉对方，一旁的弟子们却忽然发出惊呼，古龙形态的灵兽，怎么可能？这世间早就不存在古龙形态的灵兽了。秦楚儿却不以为然，不过是变成古龙的样子而已，垃圾还是垃圾。接着他就大手一挥，命令巨石猿使出巨石拳击，可秦勇在这时忽然猛地一个甩尾，直接将巨石猿给狠狠地抽飞。在巨石猿想要起身的瞬间，秦勇已然飞身到半空，冷声道：“谁让你站起来的？给我下去！”话音刚落，秦勇立即就从空中轰然落下，一脚暴砸在巨石猿的头上，激活了50%麒麟能力的秦勇，仅仅2招就干趴了巨石猿。眼看局势扭转，秦楚儿连忙示意岩居蟹去拦截秦勇，望着狂奔而来的岩居蟹，秦勇却笑出了声：“不就是硬一点的螃蟹而已。”接着秦勇就骤然抬手，使出了拳技圣地狮吼拳。随着他的一声大喝，麒麟之身所轰出的圣地狮吼拳，直接就将岩居蟹给轰成肉酱。望着掉落在自己面前的断钱，秦楚儿整个人都傻了。他没想到拥有绝对防御的岩居蟹都挡不住，而秦勇也转向秦楚儿，步步紧逼道：“结束了，接下来该你了。”可没想到秦楚儿却丝毫不慌：“你杀了我的话，就会被御兽联盟的人给盯上，到时候不论你们躲藏到哪里，都一定会被纠缠上。”秦勇闻言不由眉头微皱，御兽联盟那是什么组织？就在秦楚儿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他的心脏处却忽然传来一阵剧痛，接着他的耳边就传来一道冷冽的声音：“你说的太多了，就死在这里吧。”而秦勇见秦楚儿忽然暴毙，立马就懵逼了，底下的弟子们也不由惊呼出声：“女帝居然死了！话说女帝大人死前是不是说了御兽联盟是那个打着解放灵兽自由，四处破坏的那个组织吗？听说能够契约多只灵兽是御兽联盟的特征，意思是死去的女帝和御兽联盟有勾结吗？”大长老也在这时忽然出声道：“此事恐怕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与此同时，灵兽宗不远处的山崖，御兽联盟领兽6人众之一的楚狼忽然喃喃道：“依靠那样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想要解放这片区域的灵兽，果然还是得让我出马。”在秦楚儿暴毙后，秦勇便唤醒了沉默，就连濒死的谭小小在被秦勇狂舔过后也恢复了意识，而底下的弟子们也在这时彻底拜服沉默为女帝。这下秦勇和沉默也终于有了落脚之地。可在这时，大殿外却忽然传来一阵惨叫，秦勇闻声不由愕然道：“这惨叫声，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秦勇才走出大殿，就发现了骇然的一幕，守护在殿外的子弟们已然全都被干趴，头顶上空更是出现了一个漆黑的漩涡。谭小小见状连忙出声提醒：“小心，是敌人的灵兽。”话音刚落，漆黑漩涡就迸射出一道黑芒，直接落到了大殿门口。秦勇见状连忙转身用身体将沉默给护住，接着秦勇就猛地一个甩尾，将黑芒给拍散。秦勇不禁感到有些疑惑，这次又是个什么鬼东西啊？就在这时，骤然响起一道拍掌声，不错的反应，没想到竟还能有人能防得住暗影狼的攻击。只见漆黑缭绕的烟雾中，一头体型庞然的狼首缓缓浮现而出，这正是暗影狼，来者赫然是御兽联盟的楚狼。谭小小一看到楚狼就不禁发出惊呼：“领兽6人众的楚狼，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秦勇闻声不由好奇道：“领兽6人众，他很强吗？”谭小小当即就露出惊恐之色。当然，如果说天机境的女帝大人已经算是万里挑一，那楚狼这种天玄境的绝世高手则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更甚者，领兽6人众每一位都至少是天玄境以上。秦勇也立即意识到关键所在，这次灵兽宗的事件也是你们在背后搞的鬼吧？楚狼也很干脆的承认，他与我们的盟主做了交易，得到了力量后却没能替我们拿下灵兽宗，不仅如此还把我们的存在说了出来，会死也是很正常的吧？放心吧，你们很快也会跟着下
下去跟他重聚。见来人实力非同寻常，秦勇连忙将沉默给放下，接着他就猛地脚下一蹬，飞身朝着楚狼冲去。面对这种敌人，先下手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必须趁他大意之前解决掉。秦勇一出手就是自己的最强攻击技能狮吼冲击波，恐怖的能量射线骤然激射而出，直接轰落到楚狼所在的位置上。可烟尘消散后，秦勇却发现地上居然空空如也，接着秦勇的头顶上就出现一个庞然的漆黑漩涡，随后就响起啪的一声巨响，暗影狼爪狠狠地拍在秦勇的身上。不过秦勇的麒麟之身皮糙肉厚，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而观战的楚狼见状不由轻笑道：“能把御兽联盟排名第8的一秦给打败的人，我还以为有多强，没想到竟然这么弱。暗影狼，给我干掉他！”话音刚落，暗影狼就猛地咆哮一声，浑身包裹的黑雾骤然冲出，朝着秦勇凶狠地扑出。暗影狼的速度奇快无比，秦勇根本来不及反应，漆黑的狼爪就已然轰落，重重的爆砸在他身上。秦勇没想到这家伙的速度和力道居然这么强，甚至就连行动轨迹也让人难以捉摸。不过这么近的距离，对他来说反倒是个机会。接着秦勇就骤然张嘴，一道极度炽热的能量射线就骤然从他的嘴中喷射而出。这一发狮吼冲击波，秦勇可谓是全力进出，射线直接贯穿整个天空。这下秦勇感觉肯定已经把暗影狼给干掉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身侧再次出现了一个黑暗漩涡，暗影狼那庞然的身影再次从中缓缓走出。秦勇使出了全力一击，却未能伤到暗影狼分毫，反而还被他发起了突袭。猝不及防的秦勇立马就被一爪子拍进地面。楚狼见状不禁笑出了声，就这点能耐吗？我可还没热身呢。而秦勇这下是彻底被激怒了，楚狼立马就鼓起了掌，不错不错，就应该这样才对，不然多没意思啊。接着楚狼就命令暗影狼使出了暗影冲击，不过秦勇对自己的体魄很有自信，毅然选择硬刚，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好强的力量，硬碰硬我赢不了他，必须得找到他的弱点才行。虽然秦勇想躲，但暗影狼却先他一步咬住了他的尾巴，接着暗影狼就开始疯狂摇摆，将秦勇抱摔在地。而秦勇也趁着暗影狼实体化的时候，一把抓住了他的身体。既然抓住了实体形态，这下他终于能进行反击。秦勇十分果断地张嘴喷出一发狮吼冲击波，狠狠地轰向暗影狼。庞然的冲击波瞬间就将缭绕在他身前的黑雾冲散。可让秦勇没想到的是，头顶上却再次凝聚出漆黑漩涡。而楚狼也不屑地表示，就凭你还想找出暗影狼的弱点？话音刚落，在楚狼的示意下，天空中骤然出现数十个漆黑漩涡，这赫然是暗影狼的分身瞬杀阵。接着这些漩涡中就同时激射出恐怖的黑雾，黑雾的攻击实在是太密集了，秦勇根本就无处可躲，一下子就陷入到了被动挨揍的局面。眨眼间，分身瞬杀阵就形成了一股漆黑的龙卷风，将秦勇包裹在其中。沉默虽然想去帮忙，但谭小小却拦住了他。女帝大人，我们现在出手等于送死，现在还是先逃吧。但沉默表示自己不可能抛下秦勇独自逃跑。与此同时，秦勇已经被分身瞬杀阵压制到完全不能动弹。让秦勇大急的是，系统也在这时警告他的灵力已经不足，1分钟后将会解除变身。压力陡增的秦勇知道自己必须得尽快脱坑困才行。而沉默想要靠近黑雾龙卷，可却被弹开。楚狼见状立马笑道：“好一个重情重义的女帝，既然你这么心疼她，那就拱手交出灵兽宗替我做事吧，不然我就一直折磨她到死为止。”但秦勇却出声提醒：“别答应他，我会有办法打败他的。他要拿我要挟你们，他不敢杀我。”楚狼的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嘴硬的家伙，暗影狼，把他的头打爆。话音刚落，虚化的暗影狼立马就实体化，并对着秦勇挥出一记重爪。秦勇知道这是自己的最佳反击机会，面对暗影狼的挥出的利爪，秦勇直接抬腿使出了粉碎践踏来迎击。双方对轰的能量波动瞬间就破解掉了分身瞬杀阵。秦勇这下终于是恢复了自由，不过楚狼却毫不在意，逃出了我的压制又如何？你又伤不了我分毫。但秦勇却忽然俯身发出不屑的笑声，呵呵，那可不好说呢。话音刚落，灵力枯竭的秦勇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把跳到了巨石猿的身上。楚狼显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连忙示意暗影狼去把他击杀，可已经为时已晚。秦勇果断开启了吞噬系统，伴随着一阵金光，巨石猿的身体瞬间就被他给尽数吞噬。随着光芒散去，此时的秦勇已经大变样，赤红的肌肤已然覆盖上了岩石铠甲，麒麟幼兽形态也进阶成了洪荒巨龙。但楚狼却示意暗影狼去咬破他的喉咙，而秦勇不躲不闪，任由暗影狼撕咬自己。结果秦勇身上那层坚实的岩铠丝毫无损，而暗影狼嘴中的尖牙利齿却开始崩碎。秦勇见状立马就笑出了声：“什么吗？原来你力气也不大吗？”这下楚狼彻底怒了，别得意，吞噬进化我也会。暗影狼，给我变身成月影狼人。话音刚落，暗影狼身上就骤然迸射出红芒，发出一道嘹亮的狼吼。秦勇见状立马就面露凝重，这是什么情况？只见暗影狼的身躯缓缓直立，已然化作了月影狼人形态。接着就传出楚狼的笑声：“感受恐惧吧，月影狼人，使用月影冲撞。”话音刚落，月影狼人就骤然冲出，转瞬间一记重踢就狠狠踢在秦勇的颈脖处。这一脚的力道强横无比，就连防御爆表的秦勇也止不住喷出一口番茄酱。还没等秦勇起身，月影狼人就乘胜追击，将秦勇按在地上摩擦，然后月影狼人就抓起秦勇的身体，狠狠抛向半空。接着一道猩红的能量光束就骤然喷出，月影破坏炮向着秦勇轰然袭去。秦勇知道自己是躲不开了，张嘴就是一发狮吼冲击波迎了上去，两道能量的对轰，立即就爆发出强大的余波。有
有了缓冲，秦勇终于再次落地，但没等他缓口气，暗影狼人再次来袭，他的速度奇快无比，秦勇直接就被狼嘴给撕咬中。不过秦勇也没有坐以待毙，抬腿就是一脚脚踏技能，将月影狼人踢飞。秦勇敏锐地发现月影狼人这次并没有化作影子，他确定月影狼人应该是抛弃了影子能力来换取力量。既然如此，秦勇就果断决定要和月影狼人来硬碰硬，看谁的力量更胜一筹。在秦勇扑出的瞬间，火力全开的粉碎践踏技能再次轰上了月影狼人，恐怖的能量波动瞬间席卷全场。而谭小小忽然心头一动，这家伙的灵兽不在，这是机会。他很果断的就偷摸开始召唤自己的灵兽，只见杂乱的地面忽然长出了2道翠绿的藤蔓，接着藤蔓就缠绕出一个人形的小精灵，这正是草系灵兽绿草灵。绿草灵一出现就使出了技能植物疯长，无数藤蔓沿着墙壁生长，一下子就将楚狼给捆住。而谭小小也在这时动了起来，抄起绿藤剑就朝着楚狼冲去。只见谭小小在飞速冲刺后猛地砍下一剑，直接将楚狼给1分为2。可让谭小小震惊的是，楚狼的身形却再次出现，区区天拳境的杂鱼也敢叫嚣。接着楚狼就使出了暗影藏，漆黑的能量骤然从他的脚下射出。谭小小的反应也很快，果断命令绿草灵使用绿藤墙，在用绿藤墙挡下了攻击后，绿草灵再次使出技能绿藤天网，将整片区域给包围了起来。接着谭小小就连忙示意道：“女帝大人快过去，灵兽一旦离开操纵者越远，力量就会越弱，趁着我拖住的时间解决掉他的灵兽。”陈默闻言连忙就朝秦勇那边快速奔足，而楚狼则淡定的取出暗影剑，冷声道：“你觉得我会让你得逞吗？”话音刚落，楚狼就手持暗影剑骤然刺向谭小小，不过谭小小在这关键时刻用绿藤剑挡了下来。谭小小眼中透出了坚定的信念，在女帝大人解决掉你的灵兽之前，就乖乖留在这里陪我吧。楚狼闻言立马就笑了，一个小小的天拳境杂鱼也敢舍身拦我，看来我也是被小瞧了呀。那就让你亲身体验一下天拳境和天玄境之间那绝对无法跨越的实力鸿沟。原来秦勇虽然进化成了洪荒巨龙，但却只能跟月影狼人5-5开，并且在力量的对拼下，月影狼人甚至占据了上风。虽然秦勇的狮吼冲击波的威力很强，但却没办法对月影狼人造成致命伤害，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不是很大，一时之间也没办法快速分出胜负。而且秦勇是越打越落入下风，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变弱了很多，而系统也给出了解释，契约灵兽离契约者越远，力量就会越弱。就在秦勇疯狂吐槽系统现在才提醒的时候，他脑海中却忽然响起了沉默的声音：“楚狼被谭小小拖住了，我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到时我们就一口气解决掉他的灵兽。”但秦勇却连忙阻止：“等一下，沉默，先不要过来。”可这时已经为时已晚，焦急的沉默已经赶到了战场边缘，月影狼人也在这时注意到了沉默的出现，接着月影狼人就骤然行动，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接着月影狼人就飞跃到沉默的头顶，抬手对着他就是一爪子，猝不及防的沉默根本来不及躲闪，直接就被轰中。不过沉默却没有受到伤害，因为秦勇在这关键时刻出现，用身体挡下了这一爪子。受伤的秦勇连忙一个转身，甩出一记神龙摆尾将月影狼人抽飞，但这一爪子还是让他受到了重创。这下他终于扛不住了，一头就栽在了地上。系统也在这时发出警告：宿主失血过多，濒临死亡危险。显然不用系统提示，秦勇也知道自己快凉了。沉默见状顿时就焦急询问：怎么办？我要怎么做才能救得了秦勇你？接着沉默的脑海中就响起提示：侦测到宿主强烈意愿，现触发了宿主专属技能，是否触发灵魂契约能力？这时他才想起，穿越过来后确实得到了一个特殊技能，他顾不得多想，直接点击确定，只要能救秦勇他什么都要尝试。在灵魂契约发动的瞬间，沉默脚下瞬间红芒大放，冲天的红芒就连整片区域的地面都给震碎，能量波动强横到极点。秦勇第一时间就感觉到身体的变化，这股力量是什么？化身灵魂状态的沉默便解释道：我使用了灵魂契约和你融合成了一体，增强了你2倍以上的能力，不过现在只能维持30秒，我们要在30秒内解决战斗。此时秦勇已然大变样，浑身覆盖着晶莹赤红的龙鳞，背后更是长出了一双巨大的龙翅，他感觉有这股力量加持，30秒已经绰绰有余。而月影狼人也在这时悄然出手，张嘴就是一发暗影破坏炮，但秦勇却不躲不闪不屑道：没用的，你所有的招式都对现在的我无效。月影狼人不死心的开始拼命分身，使出了月影瞬杀阵，但现在秦勇仅仅一眼就看清了月影狼人的本体所在，轻而易举的就抓住了他。天玄境的灵兽在他眼中也不过如此，他直接昂起龙手猛地张嘴，口中瞬间出现一团炙热无比的火球，随着红莲吐息的喷出，月影狼人瞬间成了被炙烤的对象。经过红莲吐息那高温的焚烧，月影狼人连尸体都没能留下，而灵魂契约的持续时间也刚好结束。沉默和秦勇回归常态，秦勇更是恢复到了铁皮蛹的状态，接下来就是回去把楚狼那个混蛋狠狠地揍一顿了。而谭小小此时依旧在藤蔓囚笼内舍命缠着楚狼，因为暗影狼被杀，受创的楚狼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输给区区天拳境的垃圾，接着他就果断催动暗影力量。谭小小立即就意识到楚狼想要逃，虽然绿草灵释放出了树花技能，但楚狼的本体依然化成了替身玩偶。谭小小没想到楚狼居然只是个分身，这下他深刻明白，天玄境果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身负重伤的他再也扛不住了。而秦勇回来后发现这么严重的伤，靠他的舌头一时半会也没法恢复。就在这时，二人身后骤然出现一道空间裂痕，同时
传出一道女声：“恭喜2位穿越者完成了新生试炼，你们现在已经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了，也同时拥有了参加争夺王位的资格。”秦勇连忙向位面之神询问：“争夺王位的资格，这是什么意思？”位面之神沉吟片刻后便解释道：“简单的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你们接下来需要参加一场大逃杀。”秦勇闻言立马就怒了：“这是怎么回事？在转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没有说过这件事。”而位面之神却无奈道：“我可是慈爱的神，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游荡的灵魂，但这个位面的世界确实存在着人数上限，一旦超过了这个人数上限，世界的平衡就会发生崩坏，最终因此而毁掉整个世界。为了保护世界的平衡，每个位面的世界都会有不同的做法，就比如你们所在的世界中经常会发生无法干预的自然灾害，那也是保护的一种做法。不过你们不用担心，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不会擅自的决定谁应该活着谁应该死去，我把决定权留给你们，由你们去决定。现在系统会向你们说明详细规则，任务争夺王位的选拔权，所有穿越者都将被赋予王选者资格，并给予2000点数。王选者们能够和其他王选者或者非王选者的人组成团队，每个团队都需要决定出1名领袖，决定的方式通过王选者的投票决定，非王选者没有投票资格，领袖拥有绝对命令权，包括王选者在内，团队不能违抗领袖的命令。当领袖因为对抗而阵亡时，下一任领袖将重新通过投票决定，期间每位王选者都拥有脱离团队的权利，最终存活的王选者或王选者团队将获得返回原来世界的权限以及带走得到的所有点数。务必在时限内完成当前的目标，否则您或者您的团队将全员死亡。您需要完成的当前目标为吞并或者解决掉一个王选者或者团队，时间限制13天，基本奖励2000点数，失败死亡。看到无法完成任务的下场是死亡，二人立马愣住。位面之神也在这时解释道：“这里的点数跟你们原来世界的金钱兑换比率是1比100，拿到的越多，返回时就能带走越多，而且根据完成的情况不同，会得到相应的额外奖励。这次大逃杀的舞台是整个云灵州，在这里将会有1000名王选者去争夺属于你们的机会。现在打开系统便能看见整个云灵州的地图，其中橙色标记是你们现在所在位置，白点标记则是其他王选者的位置。”秦勇听完后不禁愕然道：“既然能组队，那不如大家都组成一队，带着低保的2000点一同回去不就好了吗？”但女神却摆了摆手：“要是那么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你们之所以会被选上是因为有着迫切要返回的理由，而那个理由现在就让你们亲自去体验一下吧。”位面女神忽然将秦勇和陈默传送回了原来的世界，秦勇一眼就认出这是自己家的楼下，而他的母亲在看到他后立即就惊呼出声：“阿勇，是你！”他连忙一把抱住了秦勇：“你回来了，太好了，妈终于不用一个人了。”一听这话，秦勇顿时就脸色骤变：“一个人？爸呢？爸在哪？”原来他父亲在秦勇失踪后就终日奔波操劳的寻找，导致旧疾复发并且加重失去了意识，现在他爸只能依靠呼吸机救活，想要治疗需要一大笔钱，而他母亲就是刚凑完钱准备回家拿点衣服，刚好遇到了秦勇，但他母亲目前的状态根本就没办法让秦勇放心，这下秦勇再也绷不住了。他知道母亲一直都有支气管炎，平时吃着药所以没事，但现在肯定是连药都吃不起了。既然大逃杀的点数能换到钱，我一定要赢下大逃杀，然后带着大量的钱回来。与此同时，陈默正对着他卧床不起的母亲不断述说着这段时间的经历。原来陈默的母亲因为他的失踪，情绪过度激动产生了应激反应，导致本体进入自我保护状态而陷入了沉睡。不过情况不算坏，只要后续配合就可以治疗，但后续的治疗需要花费不少钱，眼下他必须赢下大逃杀带回大量的钱，这样治疗的费用就不是问题了。随着位面女神的一个响指，二人再次回归异界，而女神这才开口道：“怎么样，现在的你们还要想着摆烂吗？”二人不约而同的对视一眼，然后陷入了沉默，然后二人都露出了坚定的眼神，表示一定要拿下王位回去。而距离灵兽宗不远处的苗宗谷魔女古月儿正在汇报，宗主已经查明了灵兽宗的状况，确认了那边也出现了王选者。坐在王座上的男子对此似乎并不意外，果然不出我所料，那边最近发生了那么大的动静，我就觉得一定是有其他穿越者在。古月儿，咱们先下手为强，你马上带人过去拿下他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夺走属于我的王位，有资格取得王位的人只能是我。他赫然是苗宗谷的宗主江凡，而秦勇那边也安顿好了重伤的谭小小，但没想到空间裂痕居然再次出现，随后二人就被位面女神给拉进了另一处空间。接着女神就率先开口：“很高兴你们能参与这场大逃杀，但有件很遗憾的事情要告诉你们，就在你们犹豫的时候，参与大逃杀的门票只剩下最后一张了，也就是说你们其中一人要永远留在这一世界了，现在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吧，谁来参加这场大逃杀的比拼。”谁料二人都不约而同的把名额让给对方，秦勇顿时愕然：“你为什么不自己参加？回到原本世界你不就可以做回那个完美无敌的沉默了吗？”但沉默却表示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原来学校里的人都厌恶沉默，就算是家里人也把他当成了负担。上高中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孤立他，只有秦勇靠近，甚至要超越他。不过秦勇当时确实遇到了同学的阻拦，只因沉默的干爹控制欲很强，只要靠近就会被打死。而关于干爹的谣言，就是那些女同学散播的。不过秦勇根本不在乎这些，一心只想和沉默较量。从那之后，沉默就开始期待每天秦勇发起的挑战，希望哪一天真的被秦勇超越。没有秦勇的世界，他根本就不想回去。而女神忽然出声打断：“我已经清楚你们之间的羁绊了，其实我刚才的
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们俩有一张门票就足够了。还记得你之前和秦勇签订的灵魂契约吗？灵魂契约让你们的灵魂合二为一，所以给你们俩一张门票就足够了。而且由于你们在新手试炼的出色表现，我还愿意将试炼中的一种能力或事物给予你们。秦勇立马就懵逼了，你一直在说什么新手试炼，到底是怎么回事？女神这才解释道，简单点说，新手试炼就是让你们熟悉整个世界，只有通过试炼才能进入大地图，参加下一场游戏哦。不过你们之前的经历并不是虚假的，但却对你们有新手保护效果，不然你真以为自己可以越级打败那么强的灵兽？沉默也很快冷静了下来。位面之神说愿意将试炼中的一种能力或事物给予我们，那我们得想好了，必须选择一个强力的技能。你觉得我们要什么奖励才好？秦勇在思索了片刻后，却提出了带上谭小小的提议。沉默不禁感到有些意外，你为什么会选择他？明明要技能才对后面的大逃杀更有利，但秦勇却摇了摇头。技能我们随时都可以吞噬其他灵兽增加，但忠诚的伙伴却来之不易。于是秦勇就坚定地表示确定要带上他。接着位面女神就点了点头，那如你们所愿，我很期待你们接下来的表现。次日一早，秦勇就发现自己的意识回归了，沉默也不由用力地将他抱紧。秦勇，你醒了，以后我们也要一起加油了。秦勇连忙打断道，那边的舔狗还伤着呢，再不救他就是浪费了一个奖励啊。我吞噬掉10元之后，感觉自己的能力变强了，应该能救得了他。这种伤势看来必须要更加全面深入的治疗才行。而昏迷的谭小小也在这时刚好清醒，只见秦勇已经伸出了那根大舌头，就要对着他一顿狂舔。顿时灵兽宗就开始传出阵阵娇喘与惊叫声。虽然秦勇是为了救他，但还是被他大骂禽兽，并且谭小小还声称自己是因为对女帝的敬爱导致上天眷顾而被治好的伤势。然而就在这时，空间裂痕骤然出现，同时传出女神的声音，王选者请注意，新手试炼即将结束，王选者之前拥有的所有能力都将重置消失。接着就弹出提示，王位争夺系统加载完毕。而位面女神也从裂痕中出现，为众人述说规则。接下来我就为你们解释下更为详细的游戏规则吧，知道的越详细对自身才会越有利哦。接下来你们将进入真正的异世界，这里所有修炼者都只能拥有一只灵兽，并且灵兽的等级与其主人绑定，灵兽的等级一共有1到100级。而秦勇也发现了问题，那之前御兽联盟的人为什么都可以使用多只灵兽，但女神却没有解释，这个就要你们去大地图中寻找答案了。灵兽与饲主提升到一定等级之后，会解锁更多技能，甚至进化出新的形态。同时灵兽拥有各种独特的属性，属性相生亦相克，所以战斗时也请注意配合与克制的关系哦。每一位王选者都拥有一张系统地图，地图上标注了整个世界的重要地点，并且在王选者距离较近时会互相进行提醒，但并不会指明确切身份。王选者最多可以组织5人的小队，所以最好注意灵兽们的配合与克制属性关系。秦勇这才露出了笑意，像这样的团队游戏，看来我选择这舔狗为奖励是正确的。接着他就询问谭小小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参加试炼，在得知沉默也会参加后，谭小小立马果断表示愿意。而女神也在这时再次出声提醒，为了防止王选者消极比赛，大地图的边界将会不断缩小，而处于边界之外将会受到无尽兽潮的攻击。沉默闻言连忙查看自己距离边界有多远，结果却发现所在的位置就在边界之外，随时可能受到兽潮的攻击。眼看时间不多，沉默直接就抓起谭小小一起往灵兽宗外飞奔而去。但大长老见状立马就拦住了他们，女帝大人这么匆忙是要赶哪去？您该不会是想要走吧？我们之前都是鬼迷心窍，还请女帝继续执掌灵兽宗，但沉默却直接将身上的戒指丢给大长老，那枚赫然是可以号令灵兽宗的宗主戒指。接着秦勇就开口道，我替女帝宣布，今日起要带着谭长老一起云游四方，灵兽宗的下一任掌门由大长老担任。这下众人彻底慌了，任命宗主岂能如此儿戏？女帝大人，只有你才能领导灵兽宗啊，只有你才能带领灵兽宗走向辉煌。可就在这时，系统却提示王位战争正式开始，王选者等级重置为1级，并且有一伙不明兽群正在朝灵兽宗的位置快速逼近。为了躲避兽潮，二人果断离开灵兽宗。不过兽潮只会攻击参与王位争夺的王选者，不会主动攻击其他人。不过兽潮很快就逼近到距离不到300米，还没等他们跑出多远，兽潮就已经追上了二人。只见从林中忽然蹦出一只奇特的大白兔，谭小小立马就笑出了声，这小兔子该不会就是兽潮吧？可在这只8级的蹦跶兔之王张开巨嘴后，谭小小顿时就被惊呆了。秦勇立马就大骂他是个白痴，在灵兽宗待了那么久都不知道蹦跶兔很危险，但谭小小却表示自己没出过宗门，根本不认识外面这些奇怪的灵兽。只见蹦跶兔的巨嘴中开始疯狂吐出大量的小蹦跶兔，见蹦跶兔群快速逼近，秦勇立即停下脚步准备出手，可他却意外的发现自己已经使不出任何技能了。等级和技能被重置的秦勇，就连最弱的蹦跶兔也可以把他给吃掉。很快秦勇就被蹦跶兔给咬住，不过沉默的出手很及时，随手就将那几只兔子拍飞。秦勇连忙询问系统现在自己还能使用什么技能，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现在还能使用融合技能。眼看兔群正在快速逼近，秦勇果断使用融合技能，为沉默形成臂甲。合体后的沉默战力瞬间飙升，轻松就解决掉几只低级的兔子。谭小小也没闲着，赶紧召唤出了那只27级的绿草灵。随着藤蔓臂的发动，兔群的扑击立即就被挡住，但沉默敏锐的发现藤蔓臂撑不了多久，秦勇立马就出声提醒，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被消耗死，眼下必须要速战速决才行。而
唯一的办法就是擒贼先擒王。不多时，藤蔓壁就被兔群给轻松突破，但陈默早有预料，轻而易举就躲开了扑击。秦勇也连忙出声示意，我和陈默攻击他们的首领，你用你的灵兽能力开出一条路来。虽然谭小小不喜欢被秦勇命令，但为了保护陈默，他还是让绿草灵使出藤蔓突刺来解决那些烦人的兔子。陈默也趁机在林中快速游走，很快他就悄然绕到了蹦大兔王的身旁，他一出手就是全力一击，覆盖臂甲的右手狠狠轰在兔王的身上，而只有8级的兔王根本就扛不住，当场昏死了过去。秦勇也趁机发动吞噬系统，而那些兔子见首领被吃掉，也立即开始了逃跑。由于吞噬了兔王，秦勇和陈默也顺利升到了3级。可就在这时，谭小小忽然指着不远处惊呼出声：“女帝大人，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兽潮包围了。”谭小小立即感觉这次是死定了，但秦勇却表示自己有办法，然后示意2人抓住自己，他要试试蹦大兔王的技能。眼看兽潮中的灵兽已然扑面而来，秦勇直接猛地跃起，使出了极限跳跃。不过初次使用的他，没想到居然一跃跳到了半空之上，显然这个高度掉下去，铁定是要完蛋。谭小小果断示意绿草灵使用花海技能，随着绿芒涌现，地面瞬间铺满花草。多亏了花海的缓冲，让他们侥幸活了下来。不过谭小小和陈默却被林中的藤蔓给吊在了半空，而这些藤蔓还是谭小小让绿草灵给弄出来的。在秦勇一通狂咬之后，2人这才回到了地面。接着秦勇就示意陈默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到边界之内，虽然现在是安全了，但周围却全都是迷雾，看不到其他区域，而且秦勇还发现这些雾气有古怪，感觉奇重无比。虽然秦勇想快点离开此处，但迷雾这么大，到处都是未知的危险，擅自行动就是在找死。但谭小小却表示就算找死也比死在这里强，而秦勇思索过后便决定将自己将升级所获得的属性加在防御力上。现在敌暗我明，唯有提升防御才能保护好陈默并且反击。陈默闻言不由暗暗感动，秦勇居然是为了保护我，连一直追求的变强都可以舍弃。秦勇果断打开系统面板，示意系统将全部属性点加到防御力上。然而就在这时，迷雾中忽然猛地闪过一道黑影，秦勇见状立马就一头撞在陈默的身上。虽然陈默躲开了袭击，但他却结实的挨了一击。陈默在反应过来后立马就惊呼一声：“秦勇，你没事吧？”而秦勇则连忙出声安抚：“没事，我现在也就防御力够强了。”系统显示一下怪物的属性面板，接着就响起系统提示：死神螳螂等级15，其他属性未知。秦勇见状连忙出声提醒：“这灵兽的等级不低，我们必须小心应付。还好之前吞噬蹦大兔之王获得了2点速度，不然还真不一定能把陈默你推开。”话音刚落，死神螳螂就骤然冲出，挥舞巨镰再次发起攻击，而陈默顺闪而至，一脚将死神螳螂踢飞，怒喝道：“伤害秦勇，我绝不原谅！”虽然死神螳螂被踢飞，但他却没有受到多少伤害，反而将他给惹恼了。眼看死神螳螂再次袭来，秦勇果断发动融合技能附身在陈默身上，接着就爆发出一道嗡鸣之声。秦勇所化的避开勉强的挡下了这一击，但死神螳螂的速度奇快无比，不断在迷雾中穿梭，瞬间陈默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只能狼狈格挡。陈默本想用极限跳跃追上他，但秦勇却表示行不得，极限跳跃没办法精准的控制力度和方向，没办法的秦勇只好示意谭小小用绿草灵控制住他。谭小小虽然不喜欢被秦勇命令，但还是听话的命令绿草灵使用藤蔓突刺，顿时绿草灵的身上就骤然浮现出磅礴的木系能量。不过死神螳螂的反应很快，藤蔓突刺并没有命中他，而且死神螳螂一下子就拉升到了众人够不到的高度。谭小小这下是彻底没辙了，而死神螳螂也发出一阵得意的嘶鸣，这人性化的叫声立即就惹恼了秦勇，他果断示意系统提高融合率，增加了腿甲形态，而陈默也果断使出了极限跳跃，飞速冲向半空。死神螳螂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就被陈默给一拳轰穿。望着跌落的死神螳螂，谭小小立马就惊呼出声：“女帝大人实在是太厉害了！”而陈默和秦勇也因此提升到了5级，绿草灵则升到了28级。见谭小小疑惑，秦勇便出声解释：“看来王选者的小队成员们也可以看到和我们一样的系统。”不过接着秦勇就发现了异常之处，感觉这个死神螳螂刚才的反应速度比之前慢了很多。陈默也很认同，虽然极限跳跃很出人意料，但我也只是试试看，没想到直接就打中了。就在这时，谭小小忽然表示自己的头有点晕乎乎的，接着他就猛地咳嗽，然后吐出了一口番茄酱。见此情景，秦勇和陈默顿时愕然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在秦勇环顾四周之后，立即就发现了原因，我明白了，是这雾气中有毒。你看，这雾气的毒性也太猛烈了吧，难怪死神螳螂的速度变慢了，这毒物即便是高等级也会受到影响。谭小小闻言连忙出声打断，现在不是研究毒物的时候吧，再不解毒我们就得死在这里了。但秦勇却忽然叹息道，你这人反应还真是迟钝，你没发现自己在升级后多了一项技能吗？闻言，谭小小连忙就查看绿草灵的面板，果然上面多了一个新技能净化。秦勇见状这才呵笑道，有了净化，这点毒物应该都可以解掉。谭小小也不敢耽搁，连忙示意绿草灵使用净化技能。随着技能的发动，浓郁的绿芒就从绿草灵身上飘出，覆盖住众人的身体。陈默瞬间就发现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陈默不禁赞叹道，原来小队中的成员还可以信息共享。秦勇则表示自己也是刚刚才发现的。陈默顿时就暗暗窃喜，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能注意到这些，不愧是我喜欢的男人。然而就在这时，周围忽然响起沙沙的声响，接着就骤然飞
出一道漆黑的兽影。秦勇见状立马就惊叫出声：卧槽，又有灵兽过来了！不过所幸秦勇提醒及时，众人都惊险地躲开了袭击。谭小小连忙提醒道：这次的灵兽比刚才的死神螳螂还要强，他肯定就是幕后的黑手了。而那道黑影也显现出了狰狞的样貌，赫然是一只高达21级的毒系灵兽双足蝰蛇。陈默感觉这个等级已经超出了处理范围，可秦勇却忽然朝着双足蝰蛇凑了过去，显然他不准备就这样让对方抢走自己的食物。双足蝰蛇也没想到秦勇居然就这样一把咬住了他的食物，而秦勇在咬上的瞬间立即就开启吞噬能力，仅只是眨眼间，死神螳螂的尸体就这样消失了。这下双足蝰蛇彻底怒了，抬手就是一爪子将秦勇给抽飞。还好陈默的身体足够柔软，将他给接住。见双足蝰蛇居然敢伤害秦勇，陈默立马就紧紧抱住他，并表示自己绝不轻饶。接着秦勇就得意道：还好吞噬及时，速度又增加2点，而且我好像还得到了一些别的能力。不过面对这怪物，我仍然没有必胜的把握。而双足蝰蛇直接昂起了蛇手，猛地张嘴吐出4团紫色的毒液。不过陈默等人轻轻后跃就将其躲开。趁此间隙，秦勇连忙发动融合技能，不过他们没有远程攻击手段，必须要靠近才有胜算。陈默也明白，几个转身就顺闪到了双足蝰蛇的身下。就在双足蝰蛇准备出手时，陈默已经先一步抬手，但让陈默意外的是，双足蝰蛇居然牢牢将他的手给抓住，而且双足蝰蛇的力气很大，陈默根本抽不出手来。接着双足蝰蛇就再次张嘴，紫色毒液立即喷吐而出。就在这危急时刻，数根藤蔓骤然射出，打断了毒液。原来是绿草灵出手救场了。秦勇当即就出声询问：话说你不是28级吗？怎么打不过一只21级的？谭小小顿时就没好气道：我的灵兽是以辅助控制为主，并不擅长战斗。接着他就示意绿草灵使用藤蔓突刺进行封锁。双足蝰蛇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藤蔓给控制住了。趁此机会，陈默立即猛然跃起，而秦勇也打算尝试下自己的新能力。臂铠瞬间发出幽蓝光芒，只见绿色的臂铠之上骤然伸展出一根尖锐的镰刀，镰刀的攻击力强悍无比。陈默直接一刀就将双足蝰蛇一分为2。谭小小立马就开始激动的欢呼，但秦勇却出声提醒：不对劲，还没有结束，双足蝰蛇还没有被我们干掉，地上的只是蛇蜕出来的皮壳。蛇类在成长过程中，为了让自己体型变大，会褪去束缚它们的外皮，这些就被褪去的蛇皮就是蛇蜕。陈默不禁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会用这招逃跑。秦勇也连忙示意，蜕皮之后他的战斗力肯定下降，现在是我们追杀他的好时机。接着谭小小就发现不远处多了个地洞，秦勇连忙解除融合状态。太好了，双足蝰蛇一定是挖了这个洞逃跑了，我今天一定要吞了你！迫不及待的他立即就一个蹦跶朝着地洞跳去，而隐藏在地洞内的灵兽只是5级的背甲鼠，可数量却很多，密密麻麻全都是。见双足蝰蛇身边站着一只巨型背甲鼠王，他顿时震惊了，没想到原来蛇鼠一窝居然是真的，他立即就陷入到了被追击的危机当中。很快秦勇就被背甲鼠王给狠狠地撞飞，但他却借力停留在岩壁之上，接着他就猛地使出了极限跳跃，以极快的速度狠狠地撞到了双足蝰蛇身上，虚弱的双足蝰蛇瞬间就被撞翻在地。但秦勇没想到，居然另一端也挤满了背甲鼠，秦勇感觉这下是彻底完蛋了，根本无处可躲。然而就在这时，数道藤蔓骤然拔地而起，挡在他的身前，只有5级的背甲鼠立即就被卷了起来。原来是陈默和谭小小及时赶到，秦勇连忙一头跳到了他的怀中。太好了，没你在，我差点被他们阴死。陈默闻言立马就俏脸一红，秦勇居然说需要我，而秦勇这才将目光转移到那些背甲鼠身上。刚才就是你们想弄死我是吧？现在你们都变成我的力量吧。随后秦勇就开始疯狂吞噬模式，不过属性点却提升极少。谭小小见状不由讶异道：话说咱们不是来追那只双足蝰蛇的吗？他跑哪里去了？秦勇闻言立马就望向双足蝰蛇大喊一声：他在那里，别让他给跑了。陈默见状连忙快步冲出，谭小小则表示自己负责清理障碍。不过洞穴内却忽然飞出一群粉耳毒蝠，但绿草灵的藤蔓墙瞬间就拦住了他们。眼看双足蝰蛇越来越虚弱，秦勇连忙示意2人赶快加速，不过洞穴的出口已经近在眼前了。双足蝰蛇也在这时开始猛地加速，率先冲出了洞穴门口，可没想到一堵藤蔓墙却在这时出现拦住了他。这下秦勇立即就乐了，这下看你还往哪里跑，乖乖躺好等着被我吃掉吧。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从洞穴上方飞跃而出，接着他就一锤子狠狠地暴砸在双足蝰蛇的身上。秦勇猝不及防，立马就被震飞。只见一个扎着双马尾扛着铁锤的少女，赫然是古月儿。他不由呵笑道：运气真好，刚出门就把双足蝰蛇抓住。系统也在这时发出提示，有一位王选者就于宿主附近。秦勇立即就敏锐地提醒，王选者应该是这个女人的首领。古月儿却直接朝小嘎嘎们吩咐道：收好我的武器，双足蝰蛇绑起来交给谷主。接着一道锁链就骤然射出，直接捆住了秦勇，然后猛地传来一阵巨力，将他给抽飞。秦勇立马惊呼出声：你干什么？放开我！古月儿不禁感到有些讶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会说话的灵兽，我决定把你弄回去当宠物了。秦勇闻言不禁心头一突，他难道也发现我们是王选者，所以要绑架我吗？当即秦勇就大喝一声：既然被发现了，那就先下手干掉他。话音刚落，陈默就骤然冲出，瞬间来到古月儿跟前。不过古月儿却敏锐地侧身躲开，但陈默这一击却造成了极大的动静。古月儿见状不由惊呼出声：好强的力道，被打中一下估计会死的吧。见秦勇被别人
人夺走。陈默已然愤怒到了极点，把秦俑还给我。但古月儿却丝毫不慌。你说这只铁皮俑是你的，它身上有写你的名字吗？陈默迫切的想要夺回秦俑，但古月儿却根本不打算还给他。不过谭小小也及时出手封锁住了古月儿的退路。古月儿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困住，他很快就被陈默二人给逼到了墙边。没想到他居然一脸可怜兮兮道：“我把它还给你，你就会放过我吗？”但陈默却直接点头表示没问题。然而古月儿忽然猛地把秦俑给抛向半空，接着他就紧随其后一跃而起，在藤蔓墙上几个跳跃间飞到了半空。陈默二人瞬间就脸色一变。就在这时，古月儿忽然召唤出一只25级的迷幻蝶，将他给接住。秦俑见状连忙出声：“我和陈默已经签订了契约，你现在抓走我也是没用的。”古月儿却眼眸一凝：“那我就把他们都解决好了。”接着他就示意迷幻蝶使出了迷幻毒物，毒物从空中飘落，瞬间覆盖全场。随后就传出古月儿的笑声：“乖乖把小黄黄交给我，不久没事了。”就在他得意之时，陈默骤然一跃抓住了他的脚裸。古月儿顿时大惊失色：“怎么可能？你们不是中毒了吗？”谭小小则呵笑道：“抱歉，我的绿草灵刚好可以克制你的迷幻毒物。”这下古月儿不淡定了：“你们别看着了，快过来帮忙！”底下的小嘎嘎闻声连忙召唤出了各自的灵宠，铁钻风和巨甲虫在出现的瞬间立马就飞速冲出，而古月儿也趁机一脚甩开了陈默。不过秦俑直接发动了融合技能，秦俑眨眼间就融合到了陈默的身上。与此同时，铁钻风和巨甲虫已经冲到了谭小小跟前。不过陈默在从空中轰落后，就砸飞了那两只灵宠。小嘎嘎见状立马就吓傻了，秦俑也连忙出声提醒：“要是再敢靠过来，可别怪我们不手下留情。”一看到秦俑还会变身，古月儿瞬间就面露痴迷。这下他更加不能放秦俑离开了，当即他就出声命令，把灵兽全部叫出来，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剩下的几名弟子立即就开始召唤出了各自的灵宠。秦俑却感觉毫无压力，数量是多，但等级都不是很高。第一次和王玄者战斗，也没感觉到多强啊。但陈默还是觉得不能大意。就在灵兽就要冲到陈默跟前的瞬间，一道人影忽然走出，示意众人停手。来者正是苗宗谷的谷主，同为王玄者的江凡。小嘎嘎们见状连忙躬身行礼，拜见谷主大人。江凡则质问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起了冲突？”秦俑立马就意识到了问题，难道他才是真正的王玄者吗？而古月儿则连忙解释：“谷主大人，是他们想要抢走谷主您的猎物，之后还夺走了我抓来的宠物。”秦俑闻言立马就炸了，双族魁蛇明明是我们先打败的。古月儿却建议道：“谷主您别听他们的，直接出手灭了他们就好。”话音刚落，江凡身上立马就爆发出强横的气息，血色的灵气瞬间覆盖全身。